Hello， 大家好，我是 Kayan。今天的影片呢，要来跟你们一起开箱分享大家看到的这些月历以及日历们。那在今天的影片呢，是收到了 Pinkoi 的邀请，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 Pinkoi 的年历选，先开新年的风和日历。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他们挑选了非常多有质感，然后又非常好看的年历、日历、月历们。那我在这个年历的选品里面呢，就挑选了这4样，我自己看到就觉得非常喜欢的商品们，要来跟大家做开箱的分享。想必大家到了年底，除了在烦恼不知道手账要买什么以外呢，应该也蛮烦恼不知道明年度的日历还有月历要怎么挑选，对吧？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日历还有月历就越出越精致，然后一本比一本有设计感，然后质感也是一本比一本还要更好。我那时候在 Pinkoi 的网站上面挑的时候，其实也挑了一阵子，就是想说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的，所以呢就是犹豫了好一阵子之后，总算选出了这4本来。我们就赶紧来开箱一下我桌面上的这些日历以及月历们吧。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鲜时书的独立书店。那我手上的这一本呢，是他们跟 L 联名的版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特别的粉红色。这个粉红色呢，是我这种不少女心的人也觉得很可以接受的粉红色，是那种淡淡的，然后很有质感的粉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今年的这个封面竟然做了烫金的效果。我在打开包裹的时候就有被这个闪了一下，就觉得天哪，真的是画龙点睛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今年呢，一样是做这种线装的设计，拿取的方式一样是直接抽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一样维持了它背后的这个展示架，就是把它稍微凹一下，就可以很轻易的立在你的桌面上头了。这一本刚刚有跟大家说是跟 L 联名的款式嘛，那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在每个月的1号以及2号呢，都有邀请了一些 L 的名人来分享他们的金句，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里面吧。这一本日历啊，它在每个月份的地方都有做了插画的设计，同样的在特殊节日还有节气的部分也都有做了插画的设计，所以在翻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惊喜的。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他们第一天是邀请了陈婷妮来分享，然后第2天的话是邀请了 Ella 来做分享，然后整个日历的版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一样右手边的话有一个当天的日期，然后这边有写上了月份以及金句的部分，然后左下角的话是独立书店他们的 logo，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是有附上了农历的日期，然后星期还有一个 hashtag。 他们家的 hashtag 其实我在今年用这一本日历的时候觉得还蛮充满惊喜的，有时候翻到会有那种会心一笑的感觉，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 hashtag 的部分。然后3号之后呢，就是跟一般的日历一样，就是有邀请了女作家。那他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女子力，所以就是要开一间呢在你桌上的女性书店。这个主题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一样就是快速的翻阅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几个插画我刚刚看到觉得还蛮喜欢的，像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看。这一页的话呢是大年初一，我觉得这个插画就是非常符合这一天。然后我想要找一个月份的，我刚刚好像有看到一个觉得很可爱的。这个7月的我觉得很可爱，它是一个西瓜皮，然后这边有一个西瓜，这个我觉得好看像这样子。再给你们多看几眼，一样在最后面的地方有附上了整本的作家们，然后它是照笔画去做排序的。如果对里面的书籍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从最后面或者是从每一张的这个日历纸里头去找得到。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第2本日历，这本日历是小日子推出的，它的名字叫做生活百百款。我觉得这本日历真的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天哪，这个我一定要有，因为这真的是太幽默了，我看到的时候马上被它吸引住。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它封面的地方有写上2021年，然后呢这边有宜，这个宜就是那个农民历的宜，然后在我们的城一起过365个小日子。我很喜欢他把品牌名称融入他的 slogan， 然后他的设计啊是做这种挂式的，所以这边有附上了一个可以挂在墙壁上的绳子，它背后就没有附像刚刚那种可以立在桌面上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立在桌面上的话，可能就要另外找一个展示架之类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翻一下这本的内页吧。
它的这个封面的皮啊做的超厚的，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超级厚一张的。然后翻开来之后，直接就是1月1号了。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画面呢，就是01非常的大。我很喜欢这本日历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日期真的标示的非常的清楚，你可以一眼然后就很直觉的知道今天到底是几号。这本日历呢，我觉得它有点像传统日历的缩小版，但它做的更精致，然后更幽默风趣了一点。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排版啊，就是很简单的这种，这边就有年份，然后有附上了节庆，然后还有附上了月份，然后中间大大的这个是日期、星期，然后农历的时间，然后这边就是传统日历，不是上面都会有写说这种今天宜干嘛，不适合干嘛这样子。底下呢，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觉得它真的太好笑的地方了。它底下都会附上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可能是跟日期有关系的，可能是跟日期没有关系的。像现在就是跟日期有关系的，它就是写说怎么新年第一天就觉得累了，然后右下角还附上了一个蓝蓝的无尾熊。然后第二天呢，他就是说每年许的愿望都没什么变，倒是变胖，我觉得超好笑的。这边的话就是比较符合像现在就是年初的地方嘛，有的就是像这种的话就是比较没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你看到会觉得哦蛮好笑的这样子。他就是写今日事今日毕，今日过了就不必，还给我夸胡灿笑，这真的是笑死我了。然后有的话呢是像是这个小暑，这个是节气的部分，它就是写今天是小暑，但这样的天气我偏偏就想吃个大暑。你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句子其实都还蛮风趣的，可是它在有一些特殊节日啊或是节气的时候，它会去做一个结合的搭配，然后你会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挺会心一笑的。那我一样就是快速的翻给大家瞧瞧。颜色的部分啊，它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用了2个颜色而已，就是一个是代表假日的颜色，然后一个是代表平日的颜色。然后这一本它就没有附上每个月的月历，然后就是非常简单的从1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就结束了，所以这边就是它的尾巴的部分。它是有附上了几张的白纸，不过这应该是找不到便条纸的时候可以用的吧。这一本呢，它一样是做可以撕下来的设计。这边还有做格线，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这边有一条。刚刚跟大家分享完了2本的日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月历的部分。现在在我桌面上的这个是 Paperwork 他们家出的，是一个活版印刷经典小桌历。那它既然都叫小桌历了，你们知道它真的还蛮小的，就是大概这么小一个而已，小小一个，非常的精巧。所以如果你是书桌不大，或者是你不想要让月历占据了你书桌很大一部分空间的话，我还蛮推荐这个小桌历的。这个也是我那时候一看到照片就有被它吸引住的，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它是活版印刷做的，然后它背后有附上了一个他们家里面的 sample 的这个小纸卡。这一本啊，刚刚就是它的名字就有跟大家说它是一个活版印刷，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个封面的部分，这个细致度我真的也是爱不释手，超好看的，很有质感。颜色的话，我觉得也挑选的蛮好看的，就是简单的米白色，然后配上了一个深咖啡，然后还有这种比较带橘的红色。翻过来之后，它的月历啊，就是跟这个图片一样的这么简单明了，然后就是有写上了月份、年份，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月份。假日的话，它就会用红色标记出来。那它虽然小小一本啊，不过它其实连农历的日期也有标记上去了，我觉得还蛮贴心的。背后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可以当做 to do list 使用的一个格线，看一下，每个月都有，对的。你就可以记一下当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或者是如果你觉得这格子真的太小了，比较没有办法写东西的话，你就可以照着这个日期把当天要做的事情写在这后面。它是这样子翻，然后我们就直接翻到12月，它就结束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展示架，你就把它稍微这样撑开来一点，就可以很轻易的立在你的桌面上。然后呢，大家有发现这一间呢，我特别把它的包装也带上来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真的是非常的贴心，还寄了小礼物给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里面呢附上了一张万华的私房散步地图，那可以看到 Paperwork 在这边，然后它就有提供你一些周边的餐厅啊，还有一些特色景点等等的。再来的话呢，是他们家的名片。然后还有一个尺，重头戏呢就是这一盒他们寄给我的小礼物，想要来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个我在他们的网站上头有看到，我那时候看到就也是还蛮喜欢的，是未来有打算要购入的商品。
这是一个活版印刷的小卡片，然后这个卡片我看他们网站上的介绍是说他们都是用古董书籍，然后或者是签字的画边去做成的，一样是用活版印刷的方式印制的。这个外盒是做成一个这种复古火柴的造型盒，推开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小纸卡，它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图案，这样子，这应该是那种旅游系列的。我就快速的带过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简单的有6个不同的款式，颜色的部分就跟它外壳一样，就是红色还有蓝色的。那活版印刷的话，就是上面会有一点点的凹凸不平的感觉，像这个上头这样子，用摸的就是可以摸得出来，很疗愈也摸这个。然后以及就是他们写给我的一个小卡片。再来一样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月历，这个月历呢，它是超级巨大的小岛散步。那这个也是我当时候一看到就很喜欢，除了它的概念我很喜欢之外，我也很喜欢它画的那个童趣感，还有它整个颜色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舒服的感觉。然后这一本呢真的是超级巨大的。它这上面呢用的是一个木框，是很扎实的木框，然后就是你如果要撕月历的时候，可以把它这样稍微抬起来一点点，就可以让纸是可以完全展开的。这边的话，它也是用缝线的方式去装订的。这本月历它就是结合了一个复制画还有月历的概念，然后可以看到它在每一页的右下角呢都有写上这一页画的是台湾的哪边。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嘉义的阿里山小火车，因为那个小火车我自己有实际搭过，而且是这1-2年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还蛮最近的事情，所以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有那种回忆涌现的感觉，会想到当时候跟朋友很期待要一起上山去看日出，结果最后虽然没有看到，但对我们彼此来说应该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回忆吧。再来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复制画的概念嘛，所以在月历跟画中间还有画跟本子中间可以看到它都有做了丝线，所以在过完这个月份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一张的画给撕下来，无论你是要把它装到画框里面呢，或者是简单的用麻绳稍微把它夹住，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就是夹个2-3张就会为家里增添不少的风采。我觉得这本真的是很精致很可爱。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2本日历还有2本月历，那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给我。那如果你是不知道要挑选哪一本好的话呢，这个就我也帮不了你，因为我就会跟你说都买。影片的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要在 Pinkoi 上头购物的话呢，不要忘记使用我的专属优惠代码。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然后呢也非常开心又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面跟大家共度了今年1整年，明年呢也还请大家再多多指教咯。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啦，拜拜。